泽连斯基访美，预计将和拜登、哈里斯、特朗普进行会谈。6代机暂停计划 ，F-22或将迎来新生。以色列发动2006年以来最大空袭，摧毁超过400个军事目标。乌克兰计划购买鹰狮和台风战机，谈判已经开始。法国最新反舰导弹问世，号称欧洲最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3号抵达美国，展开了一场旨在加强美乌合作、推动乌克兰防御能力建设的访问。这次访问正值乌克兰持续呼吁西方提供及时且不间断的军事援助之际，泽连斯基的行程安排紧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在抵达美国后不久，泽连斯基便前往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陆军弹药厂进行参观，并就该厂在2024年显著增加的155毫米炮弹产量表示赞赏。他强调，该工厂及其400名员工对于及时向乌克兰提供西方援助至关重要，并呼吁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包括在乌克兰境内开展美乌联合武器生产以及投资乌克兰国防工业基地的可能性。访问期间，泽连斯基还见证了乌克兰扎波罗热州与宾夕法尼亚州之间合作协议的签署。该协议旨在促进两国在能源、农业、数字技术和国防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并特别强调了宾夕法尼亚州对扎波罗热州重建工作的支持。这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乌克兰与美国各州之间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加深。此前，乌克兰已经与美国多个州签署了类似的协议。然而，泽连斯基这次访美的核心议题是远不止于此啊。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泽连斯基将在与美国官员的会晤中，就解除对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的武器限制一事进行重点讨论。泽连斯基强调，这是其胜利计划的关键部分，对于结束俄乌冲突具有重要意义。他将努力说服美国国会和政府，授权乌克兰使用这些武器，以更有效地应对俄罗斯的威胁。为了增强说服力，泽连斯基不仅计划与现任总统拜登会面，还将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以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进行会谈。他希望通过与两党候选人的交流，确保无论选举结果如何，美国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的防御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这次访美正值美国总统选举前夕，这无疑为他的访问增添了一层政治色彩。俄罗斯媒体和学者指出，泽连斯基此行旨在通过展示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向世界表明乌克兰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冲突而削弱。同时，他也希望通过与两党候选人的接触，为乌克兰争取到更长期、更稳定的支持。理所当然，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和远程导弹打击的提议也引发了俄罗斯方面的强烈反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不会参与预计在今年11月举行的第2次和平峰会，并强调俄方不会接受任何以乌方不可行方案为基础的解决方案。言下之意呢，是强迫乌克兰投降。在此背景下，泽连斯基的访美之行无疑将受到全球瞩目，各方都在密切关注他能否成功地说服美国政府和国会，为乌克兰争取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和支持，以及他提出的胜利计划能否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近期，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在俄亥俄州的一次工业活动上宣布，美空军将暂停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几个月，以重新评估其设计和战略方向。这一消息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因为 NGAD 项目旨在开发第6代战斗机，以取代现役的 F-22猛禽战机。肯德尔部长在描述 NGAD 项目时提出了4个关键问题：设计是否正确，战机理念是否符合潮流，作战概念是否正确，项目概念是否正确。这些问题表明，美空军对于 NGAD 项目的方向和可行性存在了疑虑。此外，该项目的预算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据估计 ，NGAD 一旦量产，单价可能高达3亿美元，与 B-21隐形轰炸机相当，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成本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同时，美空军其他重要项目的亏损也间接影响了第6代战机的发展。随着 NGAD 项目的暂停，
国防承包商开始寻找对 F-22战斗机进行现代化升级的机会。美空军的最新立场与1年之前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当时空军希望在2024年底前选定 NGAD 项目的主承包商。2025财年预算文件要求 F-22能够提供到2040年代的国土和巡航导弹防御能力。这就意味着 F-22的服役寿命可能会延长，超过美空军早前计划。预算文件还概述了未来几年将花费100亿美元用于 F-22的现代化升级，包括飞机的武器、通信、导航、人机界面和电子战套件。F-22的制造商洛马公司负责这架已经有近30年历史的战机的主要维护工作，包括极其敏感的隐身涂层。其他的供应商，例如航空航天集团 RTX， 也看到了升级这架20世纪80年代设计的战机的机会。普惠公司作为 F-22的发动机供应商，表示将继续和空军合作，以保持发动机的准备就绪、价格合理和实用性。普惠近年来已经能够通过分析飞行数据和维护实践来提高 F-119发动机的性能了。普惠公司 F-119发动机执行董事卡罗琳·库珀表示，公司正在推进一系列的 F-119计划。普惠公司正在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软件更新，可以真正提高发动机的动能性能，而且从纳税人角度来看，无需额外付费。F-119的独特设计为 F-22提供了出色的速度和空气动力学机动性。每台推力矢量发动机都配有一个可以上下旋转20度的排气喷嘴，使 F-22能够进行举世闻名的特技飞行。F-119还拥有无需使用耗油的加力燃烧器即可超音速飞行的能力，这一能力被称为超级巡航。在武器方面，雷神公司正在升级其超视距 AIM-120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该导弹搭载于全球14种不同的战机平台，包括 F-22。最新的 AIM-120D3 型号射程更远，抗敌方雷达干扰和对抗能力更强。值得注意的是，雷神公司并未改变 AMRAAM 的推进系统来实现额外的防驱距离，相反，该公司修改了导弹的飞行轮廓以提高效率。雷神公司还与无人机飞机开发商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和安杜里尔合作，将 AMRAAM 集成到了这些公司为美空军开发的实验性协同战斗机原型上。雷神公司还于9月3号获得了美空军一份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合同，对这款隐身战机的机载传感器进行未指明的升级。虽然雷神公司拒绝对该合同发表评论，但这升级可能会包括提高传感器的分辨率、增强目标识别能力以及提升电子战能力。F-22猛禽战机是美空军的空中优势平台，其现代化升级对于维持美国的空中优势是至关重要。随着全球军事技术的快速发展，美空军需要确保其战斗机能够应对日益复杂的威胁。随着其他国家不断推进自己的军事技术，美空军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保持其技术优势。F-22的现代化升级将有助于确保美国在空中作战领域的领先地位。虽然 NGAD 项目的暂停可能会节省一些预算，但是 F-22的现代化升级也需要大量的资金。美空军需要在保持技术优势和控制成本之间来找到平衡。美空军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第6代战机项目进行调整，以确保其在空中作战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 ，F-22的现代化升级为美国空军提供了一个短期内维持空中优势的可行方案。虽然6代机的计划暂停，但是作为和6代机配套的无人僚机发展却十分迅速。雷神公司旗下的部门柯林斯航空在9月14号发布了一段引人入胜的视频，展示了一场未来可能发生的空中对抗。视频中，美军的有人战机和协同作战飞机、无人机协同作战的场景。视频一开始，美军正在为即将执行的任务集结，协同作战飞机从偏远的简易机场和航空母舰上起飞，展现了无人机能够在多样化的地点发射，而不仅仅局限于有人机的基地。这种灵活性对于未来的去中心化作战至关重要。视频展示了2种概念型的协同作战飞机，一种与安杜里尔公司的愤怒无人机相似，另一种则与克拉托斯公司的 XQ-58女武神无人机相仿。
这2款设计目前都在美空军的 CCA 计划第1阶段中进行研发。此外，视频还展示了类似通用原子公司正在研发的 CCA。视频中 F-15E 攻击鹰、FA-18F 超级大黄蜂和 F-35等有人驾驶飞机作为 CCA 的控制者出现。这些飞机携带了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和全套空对空作战装备，包括 AIM-120 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 AIM-9X 响尾蛇导弹。视频展示了 F-15和 FA-18F 后座操作员通过类似平板电脑的触摸屏设备向他们的无人僚机发出指令。F-35飞行员则通过他们飞机驾驶舱内的宽区域显示器使用相同的用户界面。这种用户界面允许操作员一次性选择多个无人机，并指示他们执行预设任务，如转移、防御性空中对抗和战斗空中巡逻。视频中，无人机首先被命令转移到任务区域，然后切换到 DCA 模式，激活传感器并开始扫描。视频强调了无人机群与有人驾驶战斗机捆绑在一起进行空对空作战的好处，尤其是无人机，因为它降低了有人机风险的同时，扩大了整个部队的雷达感知范围。例如 CCA 可以使用主动雷达将信息传递给以被动模式运行雷达的有人驾驶战斗机，如同地面雷达站往往会将接收和发送天线部署在2个地方一样，让作为主导的有人战机更难以被探测。战斗结束后，视频显示不同的 CCA 群被指示维持空中巡逻状态或者返回基地。视频还展示了将无人机控制权从战斗机移交给其他飞机、舰船、地面部队，甚至太空节点的选项。空军和海军已经在研究未来作战中无缝交接 CCA 控制权的方法。空军作战司令部负责人肯尼斯·威尔斯巴赫将军表示，空军的目标是拥有多达1000架 CCA 用于紧急情况，这将给潜在对手带来战略困境。他补充说，无人机可能会被基本上处于随时战备状态。以色列国防军在9月21号和22号在黎巴嫩全境进行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空袭。IDF 至少在2波空袭中瞄准了超过4000个火箭发射器、数千个火箭炮管和其他军事基础设施，重点是黎巴嫩南部。之前有情报显示，真主党正准备从这些位置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9月22号 ，IDF 进行了另外一波空袭。这次目的呢是数十个真主党的火箭发射器和整个黎巴嫩的军事基础设施。IDF 称，这次空袭的目的削弱真主党的力量，而不是像前一天那样阻止即将发生的袭击。这标志着以色列连续第3天对黎巴嫩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真主党随即对以色列进行了反击，在9月21号对以色列北部的 IDF 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发射了3波中程火箭。IDF 拦截了大约24枚。9月22号，真主党向海法附近的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发射了大约85枚短程和中程火箭。真主党声称这是对以色列早些时候行动的报复。值得注意的是，真主党最近的攻击规模略小于之前的报复性攻击。8月份，作为对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富阿德·舒克被定点清除的回应，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了200到300个飞行物，包括迫击炮、火箭弹和无人机。9月22号，乌克兰宣布正在与盟友谈判，以获得瑞典的鹰狮和欧洲的台风战斗机。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在电视上宣布了这一消息。瑞典此前已经确认就其鹰狮战斗机进行讨论，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而提及台风战斗机则是新消息。乌梅罗夫说，现在我们已经从合作伙伴那里得到了 F-16和幻影战机的承诺，鹰狮和台风战机的磋商正在进行中，我们正讨论他们何时开始。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24年6月初正式宣布捐赠一批幻影2500战斗机的计划，同时在法国训练乌克兰飞行员和部队。最近，第一批乌克兰飞行员在法国完成了幻影的培训。乌克兰今年夏天曾接收了首批 F-16战斗机，但泽连斯基表示，少量的战机远远不能弥补乌克兰空军与俄空军之间的差距，乌克兰需要更多战机。然而，这次乌梅罗夫并没有具体说明会购买多少台台风战机。
鹰狮呢是一种非常能干的战斗机，专门设计用于在小型跑道、非专用机场，甚至高速公路和道路上，因此能够分散部署，更难被卫星和侦察机发现，以躲避当时苏联的钢铁洪流。同样的，鹰狮也非常适合乌克兰，因为从战争开始以来，乌克兰空军就是通过分散部署保全了为数不多的战机。然而，有2个关键方向需要注意。那就是战机实际抵达乌克兰所需要的时间和后勤，就像 F-16一样，鹰狮、台风或者幻影战机的转移需要时间，因为不仅需要考虑飞机的物理转移，还要考虑所有空中和地面机组人员、维护人员和后勤的培训时间。另一个大问题呢是后勤，因为如果假设乌克兰能够获得所有这些飞机，它将不得不操作一个装备系统非常繁杂的机队。每种飞机都有自己的需求、补给链和维护要求，虽然并非不可能，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任务，尤其是对于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欧洲导弹集团法国分公司最近推出了最新型的飞鱼 MM40 Block 3C 反舰导弹，外媒评价其为欧洲最强反舰导弹。这款导弹配备了新一代的导引头，显著提升了电子战中的抗干扰能力。目前，该导弹已经开始交付法国海军，并将逐步升级法海军所有的1级舰艇的武装。根据海军新闻网站的报道， MBDA 公司的深层打击武器产品线负责人贝勒强调， MM40 Block 3C 反舰导弹具备全天候、全环境作战能力，是维持威慑力的重要一环。考虑到当前黑海、乌克兰等地区的电子干扰日益严重， MM40 Block 3C 仍能在复杂电子环境中发挥作用。该导弹与之前版本的最大区别在于采用了全新的导引头，使用了最新的 G 波段相干导引头技术，大幅提升了导弹的抗干扰能力。这种技术与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相比，具有更快的反应速度和更高的灵活性，能够在短时间内调整波束指向，实现对多个目标的同时跟踪。法国海军的防空型欧洲多用途巡防舰阿尔萨斯号舰长亨利分享了该舰率先试射 MM40 Block 3C 导弹的感受。亨利表示，这次试射是在模拟实际战场环境下进行的，并顺利达成目标。他特别强调，该导弹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其强大的电子抗干扰能力与精准度，能够准确有效地摧毁敌方军舰，尤其是那些严密防御的军舰。未来，法国海军所有的1级舰艇都将配备这款新型的飞鱼 MM40 Block 3C 反舰导弹。而 MBDA 也强调，该导弹并不是飞鱼导弹家族的最终型号，公司将根据海军作战科技的发展，持续改良导弹性能。未来 Block 3C 将与 MBDA 的下一代 FC-ASW 反潜反舰导弹家族共同担负海上作战任务。恰巧，台湾最近也爆出了准备投资10亿新台币研究高超音速导弹。各位认为，在超视距作战为主的环境下，战机还有必要保留机炮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